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堪称工作与生活管理领域的经典之作，搞定无涯工作的艺术 Getting Things Done。它的作者是大卫·艾伦 David Allen。大卫·艾伦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和管理顾问，他一生致力于帮助人们提高工作效率，改善生活质量。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接触了形形色色的职场人士，目睹了他们在面对繁杂任务和巨大压力时的种种困境。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总结出了一套独特而有效的工作管理方法，并将其整理成书，于是便有了这本搞定无涯工作的艺术。这本书的价值不可估量，它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能够为我们打开一扇通往高效无涯工作的大门。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无论你是职场精英还是普通上班族，亦或是自由职业者，都面临着堆积如山的工作任务和各种琐事带来的压力。我们常常陷入忙碌的漩涡，感觉自己像一只无头苍蝇，盲目的飞来飞去，却始终找不到头绪。而搞定无涯工作的艺术能帮助你理清思路，让你在面对繁杂的工作时不再手足无措。它能显著的提升你的工作效率，让你从繁重的工作负担中解脱出来，拥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生活，去追求自己真正热爱的事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每天早上醒来，面对着满满当当的日程安排，感觉压力如潮水般涌来。你坐在办公桌前，看着那一堆待办事项，却不知从何下手，结果一天下来，累得精疲力尽，却发现真正完成的重要工作寥寥无几。就拿著名作家斯蒂芬·金来说吧，他在创作初期也曾被各种琐事和拖延症所困扰，写作进度缓慢，灵感常常被各种杂事打断。但当他开始运用类似搞定无涯工作的艺术中所阐述的一些原则后，他的生活和工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有序的创作环境，将写作任务细化成一个个小步骤，并且严格按照计划执行，最终成为了享誉世界的畅销书作家。我们或许没有斯蒂芬·金那样的创作才华，但我们同样可以通过学习书中的方法，来改变我们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状态。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这本神奇的书，看看它到底蕴含着怎样的智慧吧。一核心概念，横向管理工作流程的5个步骤。搞定无涯工作的艺术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那就是横向管理工作流程的5个步骤，分别是收集、理清、整理、回顾和执行。这5个步骤看似简单，却构成了一个完整而高效的工作管理系统。收集就是将所有需要完成的任务、想法、项目等，无论大小，全部从你的大脑中移出，记录到一个可靠的外部系统中，比如笔记本、便签纸或者专业的任务管理软件。理清则是针对收集到的每一个事项，判断它是什么，需要采取什么行动，是否需要进一步的信息或资源。整理就是将这些经过理清的事项进行分类，按照不同的情境、优先级等进行整理，以便于后续的处理。回顾就是要定期回顾你的整个工作流程，检查各项任务的进展，确保没有遗漏重要事项，并且根据实际情况对计划进行调整。执行就是按照整理好的计划，有条不紊地完成各项任务。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大脑其实并不擅长同时处理大量的信息。当我们试图把所有的事情都记在脑子里时，大脑会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这不仅会导致压力增大，还会影响我们的思维能力和决策能力。通过收集这个步骤，我们把大脑从记忆的负担中解放出来，让它能够专注于思考和处理当前的任务。理清和整理则是利用了我们大脑对有序信息的处理优势。当我们把杂乱无章的事项整理成有条理的分类时，我们的大脑能够更轻松地理解和处理这些信息。回顾则是一种自我监督和调整机制，它能帮助我们保持对整体工作流程的掌控，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而执行则是最终将我们的计划和想法付诸实践的关键步骤，它符合我们追求目标实现的心理需求。在实际应用中，首先我们要养成随时收集的习惯，无论是在开会时突然产生的想法，还是在工作中接到的临时任务，都立刻记录下来。可以使用手机上的备忘录软件，或者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例如，一位项目经理在项目进行过程中，会不断地收集团队成员的建议、客户的需求以及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将这些信息都记录在专门的软件里，方便后续处理。接下来是理清，对于收集到的每一个事项，要迅速判断。比如，你记录了一条给客户回电话，那么你就要明确这个电话的主题是什么，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是否需要提前准备一些资料等。如果是需要进一步信息或资源的事项，就将其标记出来，以便后续跟进。整理的时候，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境来分类，比如在办公室可以处理的事项，在外出时可以处理的事项，在电脑上可以完成的任务等。这样，当你处于某个特定情境时，就可以很方便地找到相应的事项来处理。比如，当你在外出途中，
你就可以打开手机上的任务清单，找到那些标记为外出时可以处理的事项。回顾环节，建议每周至少进行一次全面的回顾。在回顾时，看看各项任务的进展，是否有新的任务需要添加，是否有已经完成的任务需要标记等。通过回顾，你可以及时调整工作计划，确保工作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最后是执行，在执行过程中，要学会运用下一步行动的思维，不要被整个庞大的任务吓倒，而是要思考完成这个任务的下一步具体行动是什么。比如，你要写一份报告，那么下一步行动可能就是列出报告的提纲。这种思维方式能让你迅速行动起来，避免拖延。运用这5个步骤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能让你的工作变得井井有条，减少那种混乱无序的感觉。当你不再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记忆和寻找任务时，你的压力会大大降低。而且，由于整个工作流程是清晰可见的，你会更容易找到工作的重点，提高工作效率。2重要习惯1，养成收集的习惯。收集是整个工作管理流程的起点，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它要求我们将所有需要完成的任务、想法、项目等从大脑中移出，记录到一个可靠的外部系统中。这个外部系统可以是纸质的笔记本、便签纸，也可以是电子设备上的各种应用程序，如印象笔记、Todoist 等。如前文所述，大脑在记忆大量信息时会产生压力，并且会影响其他认知功能。收集的习惯能够有效地缓解大脑的记忆负担，让大脑能够专注于当前的任务处理。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当人们把想法从大脑中移出并记录下来时，会产生一种释放感，这种释放感能够减轻焦虑情绪。同时，收集也为后续的工作流程提供了基础，没有收集，后续的理清、整理、回顾和执行都无从谈起。在应用方面，我们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收集工具。对于喜欢手写的人来说，纸质笔记本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记录，而且有一种独特的质感。对于习惯使用电子设备的人来说，手机上的备忘录软件或者专业的任务管理应用程序会更方便。例如，在日常工作中，当你在处理一个项目时，突然想到一个可能对项目有帮助的想法，或者接到一个临时任务，比如给供应商发邮件询问价格，这时就要立刻打开你的收集工具，将这个想法或任务记录下来。好处有很多，首先，它能防止我们遗忘重要的事项。在忙碌的工作中，我们常常会突然产生一些想法或者接到一些任务，如果不及时记录，很容易就会忘记。其次，它能让我们的思维更加清晰。当我们把想法从大脑中移出后，大脑可以更专注于当前的工作，而不是被各种杂念所干扰。最后，它为后续的工作流程提供了保障，让我们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处理。3重要习惯2，理清每个事项。理清是收集之后的步骤，它要求我们对收集到的每一个事项进行判断，明确它是什么，需要采取什么行动，以及是否需要进一步的信息或资源。这个过程就像是给每个事项贴上标签，让他们在后续的处理中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理清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思维整理和决策过程。根据心理学中的决策理论，当人们面对复杂的信息时，通过对信息的分类和判断，可以降低认知负荷。理清每个事项能让我们对工作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避免在面对一堆杂乱的事项时感到不知所措。同时，它也符合我们大脑对有序信息的处理偏好。当我们把每个事项都理清后，大脑能够更轻松地处理这些信息。在应用时，对于每一个收集到的事项，我们要问自己几个问题。首先，这是什么？比如，你记录了一条买书，那么你要明确是买什么书，是专业书籍还是小说？其次，需要采取什么行动？是直接购买，还是先在网上查找相关的信息？最后，是否需要进一步的信息或资源？如果是要购买专业书籍，可能需要先了解哪些书籍是值得购买的，这就需要进一步的信息。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就能对每个事项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好处在于，它能让我们在面对大量事项时，能够迅速地做出决策，找到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它避免了我们盲目的处理任务，减少了因不清楚任务内容而导致的错误和延误。同时，理清每个事项也能让我们更好地分配时间和精力，把重点放在那些重要且紧急的事项上。4. 重要习惯3，整理。整理是将经过理清的事项进行分类，按照不同的情境、优先级等进行整理，以便于后续的处理。这个过程就像是给杂乱无章的物品找到合适的摆放位置，让它们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快速找到。整理的过程符合我们大脑对秩序的追求。根据心理学的研究，人们在面对有序的环境时，会感到更加舒适和安心。在工作管理中，整理能让我们的工作环境，无论是物理环境还是虚拟的任务清单环境变得有序，从而降低我们的焦虑情绪。同时，整理也是对信息的再次处理和优化，它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各项任务之间的关系和重要性。在整理时，
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来进行分类，比如按照情境分类，可以分为在办公室完成的任务、在家中完成的任务、在外出时可以处理的任务等。按照优先级分类，可以分为紧急且重要的任务、重要但不紧急的任务、紧急但不重要的任务和不紧急且不重要的任务。例如，在整理工作任务时，你可以将那些需要在办公室用电脑完成的任务归为一类，将那些可以在外出时用手机处理的任务归为另一类。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当我们把任务整理好后，我们就能在特定的情境下，快速地找到需要处理的任务。比如，当你在办公室时，你可以专注于那些在办公室完成的任务，而不会因为被其他情境下的任务干扰而分心。同时，整理也能让我们更合理地安排时间，根据任务的优先级来分配时间和精力，确保重要任务能够及时完成。5重要习惯是回顾。回顾就是要定期回顾我们的整个工作流程，检查各项任务的进展，确保没有遗漏重要事项，并且根据实际情况对计划进行调整。这个过程就像是定期对工作进行体检，及时发现问题和调整方向。回顾是一种自我监督和反馈机制。根据心理学中的自我调节理论，人们通过回顾和反思，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行为和决策，从而进行调整。在工作管理中，回顾能让我们保持对工作流程的掌控，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同时，它也能让我们从过去的经验中学习，不断优化我们的工作方法。在应用方面，建议每周进行一次回顾。在回顾时，可以先查看任务清单，看看哪些任务已经完成，哪些任务正在进行中，哪些任务还没有开始。对于正在进行的任务，要检查是否有新的情况出现，是否需要调整计划。对于还没有开始的任务，要评估其重要性和优先级，是否需要提前安排。对于已经完成的任务，要总结经验教训，看看是否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回顾的好处在于，它能让我们始终保持对工作的掌控，不至于在忙碌中迷失方向。通过回顾，我们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避免问题积累到无法解决的地步。而且，回顾也是一种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它能让我们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不断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6重要习惯5，执行。执行是按照整理好的计划，有条不紊地完成各项任务。这个过程是将我们的计划和想法付诸实践的关键步骤，也是最终实现工作目标的关键环节。执行符合我们追求目标实现的心理需求。根据心理学中的动机理论，当人们有明确的目标并且有可行的行动计划时，会产生强烈的动机去实现目标。在工作管理中，执行是将我们的工作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过程。同时，执行也需要一定的意志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它要求我们克服拖延和分心的倾向。在应用时，我们要学会运用下一步行动的思维，不要被整个庞大的任务吓倒，而是要思考完成这个任务的下一步具体行动是什么。比如，你要组织一个会议，那么下一步行动可能就是确定会议的时间和地点。这种思维方式能让我们迅速行动起来，避免拖延。同时，在执行过程中，要保持专注，避免被其他事情分心。执行的好处在于，它能将我们的计划变为现实。当我们按照计划执行时，我们能够逐步地完成各项任务，最终实现工作目标。而且，执行也能给我们带来一种成就感，这种成就感会进一步增强我们的自信心和动力，让我们更有信心去面对更复杂的任务。7. 其他重要观点与案例。1. 搞定式思维模式。书中还提到了一种搞定式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强调的是积极主动地面对工作和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它要求我们不要被问题吓倒，而是要积极地寻找解决方案。例如，在面对一个复杂的项目时，我们不要被它的复杂性所吓倒，而是要将其分解成一个个小任务，然后运用搞定的方法，逐步地完成这些任务。这种思维模式能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更加从容。2. 案例分析。一位忙碌的职场人士。书中有一个案例让我印象深刻。一位在广告公司工作的职场人士，他每天都要面对大量的工作任务，包括与客户沟通、设计广告方案、撰写报告等。他曾经一度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但当他开始运用搞定我要工作的艺术中的方法后，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首先养成了收集的习惯，无论是在与客户开会时，还是在日常工作中，他都会随时记录下需要完成的任务。然后，他对这些任务进行了理清和整理，根据不同的情境和优先级进行分类。在回顾环节，他每周都会对自己的工作进行回顾，检查任务的进展，及时调整计划。在执行过程中，他运用下一步行动的思维，迅速地完成各项任务。通过这种方式，他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还减轻了工作压力，最终取得了更好的工作成绩。总之，搞定无压工作的艺术是一本具有深远意义的书籍，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工作管理方法，从收集到执行，每一个步骤都蕴含着深刻的智慧。
其核心内容围绕着如何有效地处理我们工作和生活中的各种任务和事务。通过横向管理工作流程的5个步骤以及一系列重要习惯的养成，让我们能够以更加有序、高效的方式工作，从而实现无压工作。朋友们，如果你也想改变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如果你也想从繁重的工作负担中解脱出来，那么我强烈建议你阅读这本书，并开始践行书中的习惯。不要再让那些杂乱无章的任务和压力占据你的生活，让我们一起运用搞定的方法，开启一段全新的、充满活力的工作和生活之旅。记住，改变从现在开始。不要害怕尝试新事物，不要担心一开始会有些不适应。只要你坚持运用书中的方法，你会发现你的工作会变得越来越轻松，你的生活会变得越来越美好。你会发现你有能力掌控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你有能力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行动起来吧，去阅读，去实践，去创造属于你自己的美好未来。